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你的看法与观点。好，来欢迎的今天3位来宾，首先是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老师。主持人、2位来宾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另外是中华战略及兵器研究协会理事长王介正老师。何荣好，各位老师好。好，再来是淡大战略所兼任助理教授接仲老师。主持人好，2位老师好，各位大家好。好，欢迎3位老师。首先，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就是中日之间的争议啊。这个中日两国关系，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的一番言论，他当时针对台湾有事的发言引发了轩然大波，而这个风波跟争议，大家原本以为很快就会平息下来，但并不是，越演越烈啊！现在中方从观光、水产品，接下来呢还传出要使用稀土等工具啊，因为中方强调他们的工具箱里面的工具还有很多。那外界也都在看接下来这个争议会如何的收场。还有，因为言论呢牵涉到了台海、台湾，美国会有角色吗？日方他们派出了代表，我们也看到到了北京去呢，不欢而散。双方似乎看起来都没有任何妥协或让步的空间，而中方呢，现在要求高市早苗要收回当初在国会接受备询的时候呢所说的那一番言论啊。但是日方的态度很明显的就是一句话办不到。那分析也认为说，双方其实都有在高层，特别是执政权力上的一些顾虑啊。所以想先请教明老师啊，您觉得高市早苗他的发言，因为现在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其实不妥，但是也有人认为实在是在外交上太不妥当了，因为把原本的战略模糊变成了一种战略清晰，怎么看？我倒不觉得他要把它变成战略清晰，因为他是被问得非常精准。那你作为一个首相被问的这样，他是被前任的那个国防大臣嘛，问到这个问题，那你说问到说。有什么假设情况？那你能说不回答吗？如果说作为一个首相，你答得模糊的话，你这首相不太容易做吧？所以你必须答得很准确。他的回答其实你仔细看到，因为那个我后来查了一下，那个冈田的那个问话呢，大部分文字稿没有出来，但是全世界都在关注高市的这个回答，所以高市的文字稿呢比较清楚。他反复讲说。要根据实际情况，然后综合这个当时发生的状况，再综合各种情报，再做判断是否达到这个标准。对啊，他反复讲的话，然后我觉得就是唯一，如果说大家可以争议的话，他讲了3个如果啊，如果中共派战舰出来封锁，他没有说封锁台湾了，他说封锁，然后美军介入企图突破封锁，这第2个这个如果。第3个如果就是，如果美军介入之后，中共对这个美军呢使用武力的话，那么我们日本要预做准备。他是这么说的。所以你如果根据这个话来讲的话，你说出格嘛？当然，大家觉得出格就是他把大家过去都知道的事情摊开来讲了，把心里的话讲出来了。但是可以这样说哈，但是你说他真的有出格吗？他说没有出格，为什么？他符合我们一贯的政策。为什么一贯政策呢？日本对这个，我想对介正兄也非常清楚了。这个他们对这个一般来说呢，他有没有形成统一见解？如果形成统一见解的话，那就隔天要这样讲话，然后再往下呢，有可能要立法或者一步往下走。他说没有形成统一见解，那只是我国一贯立场。我们的推断哈，如果讲说这是我们日本的内阁或日本政府一贯立场的话，那表示过去我们谈过这件事情，那只是不公开而已。那现在被问到了，然后问的人也是懂行的人，所以他这个就很难回避。所以对他来说呢，其实你仔细看，因为他后来也说，他说我就是好像不应该说那么多。那但是问题是，大家都知道这么回事，他也不是说我一定是这么走。他说了一次，大家把上下文看清楚，只是一种情况。而且高市之后，他也特别提到，他说未来不会再针对这种假设性的提问啊来做回应了，对吗？因为一般有的时候知道引发了轩然大波了。这介正兄非常清楚。一般的情况很尴尬，你就说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我不回答。或这种事情呢，我想这个以后我们再谈。像这样最后，他大概那时候真是嘴快了一点点了，所以
我把它讲出来了。明老师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说高市把他心里面想讲的话讲出来了哈。不过因为身为一个首相，黄老师啊，这在外交上面会引发争议。我们也看到，确实在后来一连串的这个外交风波，到现在看起来是越演越烈。质询稿应该是先拿到的，所以他应该知道，就是他会被问到什么样的问题才是，不是吗？首相府会收到很多这个拟答题，因为日本是一个官僚为主的一个社会，包括领袖峰会啊，那个外务省的负责的司长啊，或者他们叫局长，都会坐在首相旁边，然后看着首相念他们事前拟好的答案，是题目先拟好，对，事前跟对方都沟通好，所以至少日本的首相是照着稿子去回答。那么我觉得从日本内政有一个角度。过去啊，相当长一段时间，自民党的执政联盟啊是跟公民党，公民党是一直以和为主的，然后反对这个扩军，反对增加国防预算，所以过去的那个结合跟现在是不一样。现在的这个维新会啊，比相当于这个自民党里面偏右的，那所以他的内阁组成跟政治氛围，就内阁的氛围。跟过去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刚刚明老师讲的，就是他太认真的去针对实质的问题实问实答。那虽然有加了保护，就是说假设是这样，假设是这样，有可能会是怎样？可是这个有点像那个回答那个论文口试了，回答老师了，不像是政治人物。虽然高市不是初出江湖啊。但是他在这个方面很可能还有其他内政的考量，因为他可能鼻子闻到了，就是说今天他的所谓弱势或不稳定内阁，如果能够起手式很强的话，那么会对中比较硬的话，那再加上他刚刚才跟美国川普总统有这么所谓引号融洽的会谈，所以可能他。这个高兴了一点，而且从事后的民意调查支持度看起来是有升高的哈。那我简单就问一句啊，您觉得高市当时在国会的那个问答、这个询答一答，他是真性情使然呢，还是技术性的？就您讲实问实答？我觉得他思考过，他不是初入江湖啊，他老江湖了。好，老江湖了，思考过了哈。明老师，我这边回到您啊，因为在这一次的争执当中啊，大家也注意到的是，中方多次提到。说要求日方要遵守中日双方的4个文件档案啊，大家就开始找了，是哪4个档案呢？哪4个文件呢？这当中又有什么样的意涵呢？我特别找了这个表啊，让您待会等下一边说明的时候，可以一边来看一下，就中日的4个文件啊，包括了这个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哈，主要就几个呢，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跟日本国政府的联合声明，另外呢就是和平友好条约，还有就是伙伴关系哈，就友好伙伴关系。另外就是这个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来，请。那第一个呢，这个我想这次说的非常非常清楚了哈。第一个就是日本承认中共，就那个就是我们叫做Tanaka Shock， 田中震撼，然后田中震荡。是里面比较关键一句话就是日方充分理解并尊重中方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那至于什么呢？没有说得很清楚。就像我们讲说，美国讲的是 recognize 呢，还是 acknowledge， 差不多这个味道。这第一个，但他至少确立了说，中日双方的这个关系，这第一点。那等于就是怎么说呢？关系正常化吧，这么说比较准确。那第278年的那个呢，叫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里面还有一个条款呢，比较重要，叫反霸主义。反什么呢？1978年反霸反的是苏联。反正是苏联，因为美国当时也是以反苏为主，所以拉拢日本。然后这个条约呢，一方面有这个反霸条款，二方面巩固了刚刚前面讲72年的政治承诺，等于强化了72年的东西，进一步强化。对，进一步强化。是。第3次1998年，就是20多年之后，重申和平跟友好，强调各方面的合作。日本呢，重申在台湾问题上面坚持一中的立场。是。好，那这个话就比较关键了。所以中方呢。后面就屡把这句话拿出来，或把这4个文件拿出来啊，这第3个。第4个是08年，就是奥运的那一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个战略互惠关系呢，因为当时08年呢，大家知道中国大陆经济非常好了，
08年办奥运嘛，对不对？所以那个经济非常好，大家都觉得说那这个不得了，所以很多人要靠过去。所以这个战略互惠关系呢，面非常广，政治、经济、安全、文化、能源各方面呢都在里头。那中方这次提出来呢，简单说，因为很简单，他非常厉害，所以我常常讲说，跟中共这些谈判呢，基辛格在过去回忆录里面写了很多，然后谈论了说我们要非常小心啊，因为他们抓什么东西很厉害。中共跟人家谈这些任何谈判谈出来，第一件事情我先把大框架框好，大框架框好之后呢，在这框架之后，其他事情是推演出来的，而不是说，哎，我跟你随便一项谈，不是这样。我先把框架框好之后呢，东西都在这框架里面，哎，一解释不合框架，那不行，这个不行，这不行，这不行。所以他把框架想得非常清楚。所以基辛格在谈了好几次之后呢，摸到这点，然后后来觉得说，啊，这个很重要。对，就跟国务院里面讲说，咱们这样谈一定要好好这样谈。好，那现在这个中共这手拿出来了。他现在拿出来谈的问题呢，不是领土争议，而是你违约，你违背你过去当拿这个框架去跟对方讲你答应我这4件事情，这4个党就像说他讲美国这3公报嘛，美国怎么回答3公报，然后这个台湾关系法嘛，啊，现在加个6项保证嘛，对，啊，所以也就是双方的解释不一样，好，那第一这个他是中共是这样想的，第二呢，他把这4个东西呢来评量什么呢？牵涉到这个中国的啊，牵涉到大陆的，牵涉到台湾的，你的各种言行呢，哎，有没有超出这个框架？对，有没有超出框架？有关台海的问题啊，你有没有超出框架？有关安全问题，你有没有超出框架？有关这个冲绳啊，或钓鱼台了什么的，有没有超出框架？更重要一点就是你跟美国联合作战的这些动作或什么等等，有没有超出框架？好，这是第2大块。第3呢，当然就涉台问题了，那不能讲了，就他们觉得非常敏感。对日本来说呢，因为台湾的确在安全跟经济各方面都非常重要，所以日本也不敢随便轻忽。那么这点呢，变成双方变得非常敏感。但问题是，那个分寸很难拿捏，因为你随便双方一动呢，都可能踩到对方的红线。这个题目，而且认定上可能也会有对，就是这样的嘛。对啊，所以也就是说，哦，那譬如说，那你跟台湾的某些官方人物来往了，叫不叫官方来往？他是不是有官方身份，还是已经下台，还是怎么的？这第3块。第4块呢，就是关于冲绳了，或关就是这个或钓鱼台的事情呢。那你不管怎么说呢，你有没有踩到红线？也就是这东西一旦我再说一遍哈，一旦这框架定下来之后呢，他就可以振振有词的指着去讲。所以我们过去跟大陆谈的时候，谈这东西呢，我记得那时候陈昌文也讲过，就是框架的问题或这种大原则问题呢，非常的关键。对，所以其实框架的部分的话，因为当被框住在这个里面的话，其实是解释的部分就看如何去认定哈。接着老师我请教，因为我们回到这个争议的第一现场，就是高扫描他在国会询答，那答辩当中他就回应说，因为他被问到说，如果中国大陆以武力或封锁的方式破坏台海和平啊，而且这个事态啊，就是这个情况严重到威胁到国家的存续，那日本呢就可以依法进入2015的安保法制所规范的存立危机事态啊。这个警戒状态，刚刚我们也特别在闲聊的时候讲到说，已经升级到等于是第2级的这个警戒状态，但是外界会很好奇是为什么会危及到日本的存亡？我觉得这边好，就是日本这一阵子，日本前阵子开始去扩大这个所谓的危机存亡事态啦，或者是开始扩大对亚洲一些安全事务的参与，这个背后其实是有美国的支持。那我觉得当初美国一定是觉得是说，他如果以后要在西太平洋采取军事行动的话，他希望日本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具体的协助。对。然后到了拜登政府时期，因为随着美军可能觉得他在西太平洋相对共军没有足够的优势，然后共军的在第一岛链附近的那个精准打击能力不断的提升，所以使得美国政府其实就开始希望日本甚至包括韩国能够采取更具体的行动。所以在拜登政府时期，我相信就是美国有找上日本。针对这个所谓的危机存亡事态啊、集体安全等等，有开始去谈在什么场景之下，你美日要如何联合行动？对，就已经开始在谈到这些具体的计划。其实连韩国尹锡悦政府的时候，其实美方都要求谈过，只是韩国那边的进度没有像日本这么快。所以现在这些活动，
包括这个日本开始去扩大对这个安全事务的参与，其实是得到华府的支持。OK， 那我觉得在这次他的谈话里面，因为后面比如说朝日新闻曾经提到说，当时高市是凌晨3点就开始在准备，而且他修改各部会的稿件，坚持要用自己的话作答。问题可能出在这里。因为像21号高市在官邸接受访问的时候，他的回答其实就蛮像是这个就是行政部门准备的答案，政府的立场是一贯的，哪些情况属于适用范围，依据实际发生的个别具体情况，然后综合所有资讯才做判断。这个应该是原本日本行政单位原版帮他准备好要来回复这个询答，对，但是可能就是被他改掉。那他至于为什么这么改，一方面可能就是我觉得对情势多多少少有点误判。所以就是他可能还是把提升自己的政治声望，好，甚至于认为说这样子会不会让华府觉得比较宽心？就有点像是我们常常在提到的是脱稿演出，然后呢把自己心里面的那番话就讲了出来。原本那个说幕僚帮他准备好的稿子没有准备，没有讲，但是呢把他自己心里的话讲出来，但是也引发了轩然大波。后续要如何处理，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讨论。好，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继续来看的是高市早苗，就日本首相他的一番言论呢，引发了外交的轩然大波。现在不管从外交上、经济上，还有军事上，都看到中方也采取了相对的动作。那么11月18号呢，在大陆的外交部记者会上面，也看到了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啊，他就指责日本当局，他说日本右翼势力呢，正在极力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在强军扩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还强调中方有3个绝不允许啊，哪3个呢？第一个，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绝不允许任何人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另外，第3就是绝不允许世界和平稳定再遭到破坏。3个绝不允许啊，其中有一个特别是讲到了军国主义的复辟啊，因为也有分析看法认为说，日本会不会透过这一次一个很难得的机遇啊？明老师，您觉得就是说，日本方面希望提升它的军事力量，进而达到它最终的目标是正常国家化这个目标哈？那您怎么看这个中方的回应？我们研究这东西啊，我们常讲说，跟中国交往呢，你得特别注意它的语言。我们看多了，不管看人民日报或什么，看环球网看多了之后呢，有讲话口气都会不一样。就是我最早在台大上课的时候。学生说：“哎，老师，你是不是大陆来的？”我说：“不是啊，我台湾土生土长啊，出国念书然后回来。”他说：“怎么讲话像大陆人？”我就觉得说，《人民日报》看多了，不是《人民日报》看多了。我在说什么？中共一般呢，尤其在指责人家的时候，言语非常凌厉，非常恶毒。这是谁的传承呢？列宁的传承。列宁很早讲说，你要打击敌人，要用最恶毒的话语，把他骂脏骂臭，因为这样的话大家就会讨厌他。中共学了这东西呢，然后用这种方式呢去压迫跟恐吓对手，所以经常倒打一耙呢，颠倒黑白。我常讲说，中共骂台湾的话，你哪里看就是他自己干过的事儿；他骂日本的话，就是他自己干过的事儿。我就3段话呢，我就再说一遍。第一，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是，大家都很讨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但是现在中共在大建军，远远超过他所需要，他是不是军国主义复活？英国外相前任的外相科维利呢？在这个唐宁街就公开演讲过，他说：“这个你现在这个建军的规模呢，超过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这建军规模。请问你有什么意图？你的意图如果不公开、不透明的话呢，容易引起误判。”他的话讲完之后，中方当然没回答，但是呢，英国外相批评呢，被欧美各国听到，所以 G7 后来重复这句话，EU 就是欧盟重复这句话，连北约都重复这句话。中共自己讲，我相信这个主持人跟各位都听过。我们建造海军的速度非常快，非常强大，像下水饺一样。你在没有战争威胁情况下，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对，军队这个国家化，军队正常化或现代化，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但超出所需的话，就被大家怀疑。那你的空军、你的这个火箭军部队、核武部队，然后你的这个电磁作战、跟这个网络作战、认知战等等，都大幅扩张，而且是遍布全球的话，当然有这怀疑。所以日本今天就算整军精武化，基本上是回应中共的这个建军。这话我们在差不多10年前或11年前就已经讲过。当时呢，中共在大肆发展的时候，我们就说一定引爆亚洲地区的军备竞赛啊，这第一点。第二，绝不允许任何人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
那么请问南海建岛，原来2015年明确答应说我不会建岛，也不会武装化的，现在这个至少4个大岛加上几个小岛呢，建军了，然后武装化了，然后准备内水化，各国自由航行把它拦下来。那么请问谁在挑战国际秩序？然后中共进到联合国，进到各种 IGO 之后呢，扭曲规则，破坏 WTO 的规则，扭曲国际市场的规则，然后倾销等等，搞战狼外交。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然后又援助这俄罗斯去打乌克兰，那么是谁在挑战国际秩序？的第二点。第三，绝不允许世界和平稳定再遭破坏。那么跟菲律宾发生冲突，在东海、黄海、这个台海进行战备警巡，在各个地方进行飞行，这个危险的飞航、危险的航行、撞船等等，是谁挑起来的？然后战舰在没有宣布情况下跑到澳洲的外海去进行实弹射击，所以在2021年，也就是俄乌战争爆发前1年4月29号，我上另外节目我就公开讲过，我说俄国今天在那边演习了1个月之后退兵了，他随时可回来。俄国回来真正打乌克兰的时候，就中共认真要想打台湾的时候，因为俄国打乌克兰只要打到西方呢不太还手或不敢还手的时候，中共认为我可以打台湾了。所以当时我在2021年4月29号，我明白用一个词去形容这现象，我说这叫做犄角之势。犄角之势就是俄国跟这个中共两国呢，双方东西相互呼应，共同挑战国际秩序。所以当时我就说，如果不回应，不好好回应的话，第3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第2次世界大战告诉我们的经验就是，第一个国家破坏国际秩序不受到惩罚，就可能会引爆第2个国家去效法，第3个国家效法。到第2、第3个国家都破坏国际秩序的世界大战就爆发，所以当时我们讲的是这样。欧洲今天呢，已经也讲同样的话，所以这3句话呢，简单说，中共习惯就是自打耳光，贼喊捉贼。不好意思，我话比较重，但是我必须这样看。好，明老师顺着您这个话哈，因为当时这个我们看到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就是说，当日本宣布存立危机事态之后哈，其实我们看到是一连串的有一些侵略的一些这个战争行为发生，但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国以来，其实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看到有任何往外去侵略的一个战争行为，不是吗？你会这样说吗？1950年的韩战，他被打成什么？联合国说他是侵略者，他帮助北韩侵略者去打人家，那不叫侵略行为吗？这第一个。第二，中印边界冲突，这当然可争议，这不能说。然后79年的这个跟越南的那个海战，那个可以争议。然后跟印度的那个摩擦可以争议。但说他没有侵略，那这样说吧，希特勒没有侵略前，大家不认为他是侵略者。但一旦他开始的时候，你怎么办？现在讲的就是说他有没有这个意图，而且我们知道共产主义是不会停下来的。OK， 这我们都很清楚了，对不对？现在这个影响已经造成了哈，就是说，G20马上也要开了啊。黄老师认为会影响到说 G20，就是特别是大家会关注的是中日两国的元首会不会会面这件事情，您觉得会有影响吗？那高市才刚刚跟习近平总书记这个见过面，那双方可以讲的话也讲了，不能讲的话都没讲。所以就算 G20没有你现在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去跟李强不会超过习总书记讲任何东西，而且在现在政治氛围情况之下，我觉得中日双方都是先顾内再顾外 ，OK， 所以双方不会有什么新的东西。我继续请教你，因为刚刚明老师讲说，中方这边我们看到其实接连的放狠话哈，那外交部也连番警告说，这高市早苗如果不撤回发言的话，会有更多进一步的报复。当然，首先看到就是从观光开始哈，然后呢，像是寄出了避免到日本旅行的这些警示通知，军事上呢在黄海实施了实弹演习啊，然后19号最新的就是禁止日本的水产品啊，从19号开始呢就禁止进口哈，所以现在不管是外交上、经济上、军事上的施压，那现在就看日本方面撑不撑得了哈，怎么观察这个后续？你看中美之间在较量的时候，这个中国大陆是对这个农业州，美国的农业州哈，大豆、玉米，对，另外就是稀土，这种让大家感觉北京出手的时候是精准制裁。可是这次对日本呢，我觉得有点大意，我觉得标准拉太高，比如说叫对方一定要收回，这个杆子拉得太高。另外一个，其他手上的工具啊，
其实日本在以前也不是没有吃过亏，甚至稀土都吃过亏，所以日本在分散市场上面已经有好几年的这种调试了。那所以短期来讲它是高压，但是能持久多少，这个北京方面自己要去考量。如果弄到最后变成色厉内荏，我知道你工具箱东西很多啊，问题是你用了没有效的，那个就不叫对，你的工具就无效。对。所以我觉得短期内是有高压，除非高市内阁或者是自民党内部不同的派阀借机生事去给高市难堪。只要日本内政或者是自民党内部派阀没有问题，我觉得大陆这次调子拉得太高，效果可能有限。一下拉太快太高，对，太急应该是慢慢升高。对。因为通常我们不好意思，我打岔。哪里？因为通常我们谈这事情呢，会有个刻度的问题。比如对这件事情，我最高是1，最低是10。我一开始先出呢，一出了3的话就过高了。所以刚刚那个黄老师讲意就是说，我一出先出到6，然后需要的时候你不乖了，我再升到5。再升到4，再升到3，再一步这样上来，我有很大的上下的这个调整的空间。这是我们平常讲做回应或者说危机处理的方式。所以刚刚黄老师讲的非常精准。你一下调太高之后，你变成骑虎难下。对，其实现在刚刚讲哈，还有一个工具可以用，就是日本在华的大企业。那是可对付的，对，所以这个东西很麻烦，要看日本怎么应对。而且刚刚黄老师有提到一个，就是双方包括中日内部都必须要先安内，这是当务之急哈。所以要先安抚在内部的压力，可能内部的压力恐怕会比来自外部的压力还要大。这部分的话，杰忠老师怎么看？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有点应该会准备做好长期化的处理的准备。那么一开始为什么中国大陆反应这么强烈？我觉得有一个因素是，毕竟习近平才刚刚跟他碰面，习近平才刚刚 APEC 才刚见过，对，刚刚碰面之后没有多久，你突然大概7、8天吧，你就突然间做了这样一个陈述。而且这2天你也看到说，高市也特别再次强调说，跟习近平在 APEC 见面的那个大的共识是没有改变的。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当11月7号的时候，其实离跟习近平见面才刚过去1个礼拜，所以让北京会觉得觉得一开始调子不能放得太低。那当然一开始都是说要求他收回撤回，但是我相信北京也清楚，在外交场域上，你说要一个首相直接说我道歉撤回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北京有可能是先把调子拉高，我做好长期斗争的一个准备，但是最后的他未必会真正坚持高市必须要收回或撤回。其实可以有个替代的方案，像比如说在2012年9月到2014年那个钓鱼台国有化争议的时候，北京一开始也是要求日本必须撤销国有化，可是到2014年11月安倍习近平碰面的4点原则共识里面，基本上没有提这一点，只是要日本在文字上承认这个附近有争议。对，所以我觉得最后的解决，北京可能会要求东京方面必须要有新的陈述。那这些陈述呢，必须要符合北京的想法跟利益，那未必会坚持要说收回跟撤回，但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会这样讲。而且我觉得北京虽然一开始调子是拉得蛮高，但是他在施压的手段方面，我觉得还是保持一个控制。比如说刚刚大家提到的军事，大家提到黄海，提到钓鱼台，必须注意，目前黄海时代设计或钓鱼台，其实北京第一个他没有直接把它连在一起。第二个，这个东西北京其实可以解释说，这个跟这个事情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黄海时代军演，第一次可能原本是例行的，第二次有点是故意的，因为是日本的那个局长要去跟中国外交部碰面，前一天他突然宣布延长。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演习的地点其实离日本很远，离南韩还比较近，范围也比较小。那至于说日本这个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台，从2012年之后就是这样，它每个月会有3、4次常态化的进入。所以目前中国大陆在采取的比较武力方面，基本上都是可收回的，基本上都还保有弹性，还保有弹性。对，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也是注意说，我一开始不要牌赶快出，因为我要做长期化斗争的打算，做长期抗战的准备哈。而且最近您提到这个钓鱼台海域啊，就是中方的海警船进去的时候，你没有看到日方的海警船立刻就上，就表示说双方都不希望把这个态势
拉到钓鱼台周边这个模。模式，从2014年之后就一直持续到现在。对，好。但是因为刚刚您就提到的替代方案啊，就是说现在总要想办法找个台阶下，但这个台阶到底是什么呢？对中日双方来说，究竟解方如何？等一下回来继续聊。